家好，又是 Adrian， 不是一个笑柄，只是 B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乱拍这个系列了哈。今天呢，我被 Proton 受邀请来到它的40周年纪念，还有它的正式 launching Proton X90了。所以今天它终于公布了价钱，最便宜的价钱是在123,800，最贵也是152千左右 ，without insurance 啊，总共有4个规格。虽然今天人很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次拍摄给你们看它的真车是怎样的，我照试驾给你们看哈。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去看一下最高配到底是怎么样。哎呀，第一次出席他们这么隆重的一个场合，有邀请了我们的首相过来这边做 launching 啊，有邀请了 Siti Nurhaliza 来这里唱歌，然后他这里摆设了他的种种的历史的车，比如说 Proton Perdana、Wajah、Exora， 当然还不忘了1985年的第一辆 Proton Saga， 什么 Satria GTI 等等的历史性的车。今天呢，他们是来推出最新款的 Proton X90了，顺便也报上了价钱的。我觉得那个价钱我很满意啦，因为我觉得在 D segment SUV 里面呢，它的价钱呢是最便宜，而且它配置也是算相当不错的。当然，我也发现了它种种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说它在 Flagship 或者是在 Executive 其他版本，它有一些小小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一些遮阳板的东西。没关系啦，我带你们去看就知道了。但是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在我身前面呢，这一辆是一个 Proton X90的 Executive 的版本哈。讲真的啦，是很难去发现到它到底是 Standard 还是 Executive Premium 还是 Flagship 的，除了你看一些小小的配件，还有它的这个轮圈方面。然后来到这个 Executive 版本，它是配搭这个18寸的轮圈 ，Premium 以上呢它是搭载这19寸的。其实你这样子看有一点不一样的哦。那我发现到这一点，不管是买到哪一个规格的话，它都是配搭的 Single Board 的刹车卡钳的。我觉得这么大辆车哦，配搭的这么小的刹车卡钳，我觉得会刹得住吗？大概这个 SUV 的高度一个拳头，它刹车通风碟也是蛮大一下的。当然这么大辆车呢，它也配搭着这个后刹车卡钳的。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刹车通风碟蛮大的一下的。哎，老板好，真的很大。这辆车在中国呢，后面是搭载这个 Torsion Beam 扭力梁的一个设置，但是来到马来西亚的话呢，这个 X90是配搭着 Multi Link 的，这里有 Touchpad。讲真的，这个尾巴还好，我觉得 OK 啦，是好看的。但是那个头啊，真的是超棒、超好看的。那它总共有7人座跟6人座之分。如果你是买到 Flagship 的话，它当然是一个6人座啦，中间有好像Pilot Seat这样子的。那如果 Spare Tire 呢，当然是在下面这里哈、这里，你看电动尾门哦，你要记得这个是 Executive 的版本。全车系标配的这个全新的引擎啊，我们叫做猫 Hybrid 啦，搭载48瓦的 Electric Motor， 还有48瓦的 Lithium Ion Battery， 1.5公升的 TGEDI 引擎呢，加上48瓦的 EMS， 它可以产生190匹马力，还有300个牛顿米的。如果是在 Executive， 我看到它是用这 Goodyear 的一个轮胎，但是如果是在 Flagship 的话呢，我是看到用的 Continental Eco Contact 6的235/50R19的一个轮胎 ，Full LED 头灯，哇，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车头哦，沙龙哦，看起来像什么呢 ？Mercedes-Benz。如果我把那个 logo 换掉的话呢，放一个 Mercedes 下去的话，这辆车哦可以卖200多钱。灯是全车系标配的啦哈，这是 DRL 日行灯，那还有一个序列式的 Signal 灯，这个我看到 Executive 其实也是有的。Proton 呢加了这个Walk Away 的 Lock。Executive 呢这里就好像没有 Hub Stop 灯哦，这里有一个手把，这个材质呢就很像 plastic 喷上漆的。我还真是觉得 X70的话用的那个料会比较好。椅子是蛮软的哈，这里有一个有damper哦，我很喜欢它冷气控制方面呢，是好像钢琴式的按下去的哈。这个灯，挡挂，有点像奥迪这样，是不是？还有驾驶模式，这里转，有 Eco Comfort Sport， 讯息系统关闭，360度 camera， 陡坡缓降 ，sensors， 自动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功能哦。这边有2个置杯架，开启方式很像 Mercedes-Benz， 对不对？这里手刹拉一拉，这里拉。无可否认，它的内饰来讲，质感我都觉得在 Proton 里面有史以来做的最好的。为什么？你看它的这种缝线，真缝线不是假缝线，而且是皮革哈，不是开玩笑的。然后这个门这边哈，这个地铁是一样皮革来的，几乎这整块都是皮革包覆，除了这一边是 plastic， 下面是 plastic。Flagship model 我好像都没有看到有什么任何 Kenwood 啊的音响啊这样子。不管是什么规格的话，只要钥匙只要是在身上的话呢，你站在后这里5秒钟，它就会开启后尾箱啊。它的后座椅子呢，我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好像是 Exora
Aurora 的椅子。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啦，椅垫是蛮长的，而且是软的。然后如果要去后面的话，很简单。看这里拉一拉，它马上就会形成一个 L 型。我觉得如果是在7人座的话呢，上去后尾箱的话，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哦。如果是买到那种6人座的话，它的中间那2个椅子好像比较难一点。哦 ，OK。后面这边就可惜了，我就没有找到有灯啊。椅子是真的发泡棉，是软的，不错哦。腿部空间是没有了的。如果你要腿部空间更大的话呢，你可以把椅子拉得更前方一点点。这边有一个 USB 插槽，然后这里有一个 cup holders， 然后这里有一个可以放手机的地方，你看。有没有可以？如果充电的话呢，我只要把我手机放这。当然左边也是一样会有的，还有冷气出风口，每一个座位好像都有独立式的哦，看到吗 ？OK， 啊，哇，你看我要出去都很容易一下的哦。Alright， 全车漆标配的这个全液晶仪表盘，但是我在这个照片上面看到没有转速表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调的，但是整个显示看起来都是，还好，对我来讲还可以再清晰一点。主机哈，真的有机会的话抓一辆来 test drive 一下。方向盘看起来比较成熟稳重一点，这些按键的按钮不错哈。这辆车是没有天窗，只有 flagship 才有了，所以它这个按键哦是跟 Proton Saga 那边是好像是共用的，但是很可惜啦，这里是没有灯的。如果是买到 flagship 的话才会有，而且它不是开关式的，它是那种 sliding 的。头灯调节高度，还有内饰的灯调节。整个设计可以看到很多 infinity。OK， 如果你要看它是不是 premium 还是什么 spec 的话呢，3002是 standard，3003是 executive，3004是 premium，3005是 flagship。所以我今天终于来到 flagship。OK， 所以我刚刚讲的哈 ，sliding 有灯，在 executive 上面是没有 ，premium 也是没有的。只要你有天窗的话呢，上面这些按钮都不一样哈，看到吗？天窗这些按键都看起来都比较高级一点，还有的放眼镜、收纳格。frameless 的望后镜，然后天窗，当然天窗是没有得开啊，现在没有通电啊。买 flagship 的呢就有赠送行车记录，还有钉灯。你买到 premium 的话也是有赠送这些钉灯自带有的。然后我感觉到里面差不多了，连它的方向盘这里都是差不多。这地方它不再是银色而已哦，它是好像有一点像之前的 BMW F10 528i LCI M Sport 呢，它会有这种类似，但是这种是平面的，它不是那种有凸起的。那这一张椅子呢，就是有那个头枕，看到吗？舒服吗，老板？哇，做长途来讲是非常非常舒服哦。可惜啦，这辆车子右边这里是没有的扶手，左边呢有一个小扶手。后面还有的调整冷气之外呢，其实它的腿部这边哦，它还有座椅通风哦，冷的哦，前面也有，后面也有是吧？还有 Boss Switch， 这是 flagship 才看得到的。其实后面大致上都是一样啦，只是说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就比较 boss 一点。Heads up 灯呢，只有一种颜色吗？白色。白色有。Continental Eco Contact 6啊，235是 R19的轮圈，所以整体来讲，其实它整个外形呢看起来都很相似哦。不过在这一代的 Proton X90，我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 sensor 在这边，有没有？以前的 X70啊，它会有一块的 sensor， 连 X50都有，但是这一边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完全都是依着这一个主镜头来操作它的安全系统啊。这一次呢，它就加多了一个叫做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还有 Rear Collision， 还有 Traffic Sign， 也就是说它可以读取我们的马路的时速限制啊，在我们的仪表上面都会出现的哦。还有 Auto Parking 哦，阿信哥。这次的 Proton 的 slogan 叫什么呢 ？Intelligent the Empower。这次是 Proton 的第一次推出 D segment SUV， 也是在马来西亚里面目前为止贩售是最便宜的 D segment SUV， 而且配置也是丰富的。好了，本期的乱乱拍就到此结束了。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有机会我再去拍给你们看更详细的哦，拜。